的是死亡与超度。那好可怕啊！不会可怕吧？死不是很可怕的事吗？还好，还好。或许有人认为还好，有人迫不及待要死的，然后有人，我常常开车的时候，然后对方冲过去，然后我都觉得说，是要赶着投胎吗？那么急，所以有人可能也急迫的想要接近死亡，急迫的想接近死亡，好像也是，那最近有一位观众朋友，他对于死亡有一些问题，想要问，有几个问题。那我们觉得这些问题对于大家来说还蛮切身的，所以呢，这集我们就继续谈关于生死这个部分。那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超度是不能够直接点醒往生者回家登出，而只能到达天国或西方极乐世界吗？还是只能靠他自身的力量醒悟吗？其实是这样，我们在身体里面的时候，我们被身体包住。那在这个身体的物质上运作的时候，所有显化都会是需要时间缓冲的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的显化法则，为什么很多人觉得，显化法则到底有没有用？我已经显化了，为什么还没有出现？那其实它有时候需要一点时间，然后才能那情境才会回馈。但是我们脱离了这个肉身的时候啊，那样的状态的时候，是一种纯能量的一种状态。那个状态的时候，显化是非常快速的。那所以它存在于什么频率、什么状态的时候，它就很容易相应出去感应、去相应什么样的投生管道，那个显化就是非常快速，啪就跑出来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重点就是它当时存在的频率、存在的状态。那如果它那时候完全是像我们所说的不解释，处于单纯存在的觉察当中，它那时候就可以回家了。回家，那是一个关键。但是他如果没有经过长时间的这种练习或者保持，他在那一刹那很多幻境、很多情绪来的时候，他很难保持在观察者的状态。所以，那么他的存在状态就会影响到他到哪里去。那超度的意义就是引导他进入某一种存在状态，或者给他一些信念，让他决定要往生到哪里去，有了一些感觉，那些感觉就让它产生相应的频率，然后就投身到那里。连去西方极乐世界也是这样的方式。比如说这么说好了，不同的宗教往生者他本身有不同信仰的时候，他是看到引导者，他所见到的是不同的景象。就比如说，他是信基督教的，他可能就看到耶稣来接引他，或者天使来接引他。那他是信奉天主教的，他可能搞不好就看到上帝出现了。不管是感觉到什么，那跟他的信仰有关。那这个引导者在他存在的状态里面，会以什么姿态出现，往往跟他生前的信仰背景有关系。那所以到哪里去也是跟这个会有很大的关系。所以信仰者他信仰佛教，然后当你去引导他的时候，往往就可以以一种观世音菩萨或者阿弥陀佛的方式去呈现。那这种呈现，他就会感觉到他得度，然后就可以接引他到那个地方去。所谓的接引，其实只是一种能量的响应。这个就是所谓的超度，有点像我用能量幻化出一个地图给你去做选择，知道有哪些地方可以去。那么你看了地图之后，你就感受到哇，欧洲很美好，那我就到欧洲去。你感觉到哪里很美好，那么你就跟那个频率相应，那你就到哪里去。所以超度的意思就是说，作为一个向导，然后把可以去的地方让他做一个好的选择。当然是提供他好的选择啦，不会提供一些不好的地方让他做选择。这个就不是超度的目的。所以至于是不是去西方极乐世界，还是去天国，还是去哪里，一切的这些全部都是幻称，都是跟我们这个世界一样，就是一场游戏，就是幻境啊。所以其实根本就没有世界的存在，一切都是一种幻境。那所以即使他投生，也是一种幻境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第一个问题回答完了。好，那第二个问题是，往生时候的自己又是哪一种自己呢？是有多世的回忆会来干扰，还是只有这世呢？往生的时候，我们活着的时候，我们的阿卡西记录，我们的第八意识是一种封闭的状态，就是我们没办法连接到过去
很多辈子的一些讯息，但是在往生的时候，这个封闭是会被解开的。那所以当时的幻境很多不只是这一辈子的事情，那有一些幻境是过去不同转世所形成的信念在里面，在那时候又被翻出来，所以那些幻境是很强烈而且很多元的。那你如何在那些不同的幻境里面，然后稳定你自己的情绪就很重要，稳定你自己的能量、情绪等等都非常的重要。那这个东西最好的方式就是你能看这一切而不为所动，就是一切都是你观察的对象，你能知道说当时出现的一些情境只是你观察的对象，那你看着它就过去了，那你就不会投身到某一个幻境所相应的这个轮回里面去。那所以保持中立就很重要，保持着观察者的角度去看待这一切。那这个就需要之前还活着的时候有长时间保持在观察者的这种能力，所以你在当时你才能够这么轻易的保持在观察者。那第3个问题是，如果往生的时刻对神事是如此关键，为什么西方宗教竟然都百无禁忌，什么都可以呢？究竟有无一个正确的标准？生命里面的任何过程都没有任何的标准，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的一个标准，一切的东西都是活的，所以任何的系统都是没问题的。所以西方有西方的系统，东方有东方的系统，然后光东方就有很多不同的系统，所以任何一种系统都是可以的。那任何一种系统在看待生或死都有自己的一些看法，这些看法都是没问题的。对于西方来说，他们会想说非常简单，他们只要信奉比如说以基督教来说，他只要相信主耶稣基督，他就会得到解脱，就会往生天国啊。那么这样就是他们的一个系统，那这样他就会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天国的地方去。所以每一种系统都不一定，都不一样。但是这对于死亡来说，神事是这么的重要，那为什么不去强调它？其实也不需要强调，这是一个过程，就是当我们只是说在场景的交替，从这个故事到下一个故事之间，我们可以在这个中间去试图让下一个故事更美满，或者下一个故事更好等等。那对于真正的解脱来说，这些都不重要。这一辈子是故事，下一辈子还是故事。至于转换了什么故事，一点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能够看着这一切，而把它看成是故事，然后能够离开故事。这个才是最重要的，而不是说在这个转换的时候是一个很关键，有多么的重要。它其实对于真正解脱来说也不重要。下一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，除了佛教团体，在我接触到的灵性老师里面，出版的许多书籍几乎都未谈论临终处理和死后神事去向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如果往生时候是一个如此关键的时刻，不是更应该大力教导和推广吗？其实一切都在当下发生。如果一个真正的灵性导师，他可能关注的是如何在你这个当下让你离开故事，而不是延续故事，然后在故事与故事转换之间去强调它的重要性，然后去在那时候去让你解脱，这时候就可以让你解脱了。所以他说的东西可能就是以当下如何离开故事为主要的，所以这才是他真正重要说的。而我们表达，这也是我们开班啊，表达这些也是就是要让大家在这个当下就能够离开故事。我记得在转化班里面有一个人不是问说西方极乐世界，他想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结果墨子回答说，到西方极乐世界要干嘛？还是要学如何登出解脱啊？对啊，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一个学校。对啊，不是说到那边就是解脱了，对啊，所以在这个当下就有登出解脱的机会。为什么你要登出解脱？为什么不在这个当下呢？对啊，没有错，每一个当下都是一个登出解脱的机会，在此时此刻，这个当下就能够解脱，不需要等待临终的来临，然后才想说要解脱。但是有人说，那执着要登出要解脱。执着去登出转化班也是执着啊，这也是一种匮乏，为什么要去执着它？这样也是执着啊。这跟匮乏没有什么关系啊，这是一种执着，没有错。就是感觉需要去登出转化班。其实这种需要就是一种决心，它不是一个需求，说我需要去登出转化班。
就是你已经决定说我要离开故事，所以才会产生这种类似需求，这是一种决心，就是我觉得世界不是我想要的，我想要离开故事，那我决心要跳出故事，那么我才会想说要去追求。那这个追求在一开始来说是必要的，对啊，你没有这个执着，你没有这个决心，你怎么走到那个门口呢？你一定要先有这个决心，有这个决定，我决定要这么做，那么你就可以朝向这个方向。但是朝向这个方向，这个执着到时候是要放下的，没有错，这个是多余的。但是这个执着可以把你带到那个门口。如果说不需要执着登出，我不需要执着解脱，都不执着，就好好的过我的生活，活在当下，这样就好了。那这样登出得了吗？这就是一种选择，选择这样也没问题。只是如果活了过去，从过去活到现在这么久的时间，还没有解脱，为什么？因为就是活在原来的生活。如果原来生活你并没有完全解脱，那么你继续活在过去的生活，又如何解脱呢？可能有些人还不是那么清楚什么是开悟、登出、解脱，他可能还是认为说啊，这是一种境界。就是比较高深的境界这样。相信很多都会有这样的境界。其实登出解脱刚好是没有境界，就是一切的境界都只是你观察的对象，都只是一个可见的、可观察的一个情境。那跟我们现在在任何一个地方所看到的、所见所闻，其实是一样，它就是一个情境。那所以，如果登出解脱，它还是一个情境、一个境界的话，那么它就不是真正的登出解脱。对啊，所以我们的登出转化班不是让你到一个更高的境界，让你去追逐神通让你拥有很庞大的力量等等等，这些还是故事里面的游戏啦。所以说登出其实只是决心，我们登出转化班才第1个月而已。最近有一个人不是千里迢迢想尽办法从大陆来，他千里迢迢从排除万难来，他那个决心是不一样，就是有很大的决心驱使他来进行。是，他就唯一执着的就是登出，就唯一执着这个就是决心，他才来第1天就体会了，不是解悟哦，不是我知道，是体悟。那对他体悟之后，他就来说。就这么简单。对，就是我们还没有结束，那他就跑到前面跟墨子说，就这么简单。他这句就这么简单，不是一个问句，就是意思是，他就是品尝到了，然后他就问说，就是这样，就这样。那我的回答说就这么简单，意思也就是说就是这样。那他就说，那我可以回大陆了。那我就跟他说。你可以回家了，但是不是回大陆，你可以回真正的家里。因为已经上路了，一切就没有问题。对啊，那他就可以回去了。他就不用再来转化班了。对啊，也就目前就那一个。所以是决心的问题，所以不是说来转化班要听几天才能开悟啊？难道我要来很久吗？要一直来，一直听吗？决心啦。如果决心不够的话，对啊，来到100年可能也还没有机会。来100年你不会开悟吗？如果可能来了，想说登出解脱开悟就是一种境界，那可能一直想要达到那种境界一直想要有神通等等等，其实就不会开悟啊。对啊，所以要先执着的登出这件事情。先执着这件事情，然后把这件事情当成你生命最重要的事情，然后到了你已经进入状况了，那连这个都可以丢了。对啊，是要先执着再放下。对，没错。对啊，而不是不要执着解脱，不要执着登出啦，你就过自己的生活就好，这样。自己的生活就已经过了那么久了，要解脱早就解脱，就是因为自己的生活结构信念没办法，这种系统没办法让你解脱，所以才有这个想法要来参加嘛。那如果过去的就好好过好自己的生活，如果能够解脱，那早就解脱了。对啊，早就了。好啦，这集就分享到这里，拜拜。拜拜。